肖兆刚的一举一动都圈粉无数，与杨紫的互动如婚礼现场，粉丝齐声。微博之夜可以说是糖果头发同框，各大明星争相美颜，让众多粉丝大饱眼福。两人互动频率很高，还送了不少糖，为此不少粉丝看完后纷纷表示我嗨了。肖战和杨紫台上台下的高频互动，说明两人 CP 感很强，看来等余生播出的时候，真的会出事上瘾。台上两人并排而坐，杨紫上台领奖时，肖战的目光一直从一旁盯着杨紫超长裙的下摆，想要伸手帮忙，但好几次他们都做不到，从这一点就可以感受到肖战的不解。杨紫走过去的时候，肖悬在空中的手缓缓收回。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客户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两人在杨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镜头拍到，一经曝光，粉丝一片哗然。想想这两个人真的太 CP 了。但作为最执着的肖战，不提裙子怎么可能愿意？作为 King 和 Win， 肖战和杨紫一起上台领奖，到时候你就知道肖战的机会来了。杨紫穿着超蓬松的紫色围裙走上台阶，肖战在台阶上蹲下来帮杨紫撩起裙子的下摆，没想到杨紫的裙子太复杂太重，肖抓不住，只好继续蹲下整理杨紫的超大裙子。杨紫听到主持人夸赞肖战绅士，也感受到肖战的帮助，回头看向肖战，笑容特别甜美。肖战立即抬眼示意杨紫不在意，继续往前走。到了台上，肖战弯下腰，将杨紫的裙摆好。这一幕瞬间让不少网友心碎，因为看着这一幕，简直就像是婚礼现场。对于画面中的这一幕，不少粉丝看到了，真的是立刻脑洞大开几万字的甜文。王子为心爱的公主掀起裙摆，一步步走向属于两人的未来，甚至以至于很多网友也被肖战这个粉的动作圈了，觉得肖战真的太帅了。对于肖战和杨紫这一次的超级甜蜜在一起，不少粉丝不仅没有反感，反而有不少网友直言敲到了这对的甜蜜。上台的时候两人也超级默契，一画太阳，一画月亮，这默契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记得肖战战余生的时候，还说他和杨紫超级默契，一直喊杨紫姐姐。不少粉丝在看到杨紫和肖战的互动后，对两人都赞不绝口，甚至说他们真的很般配，可以在现实中发展成真正的情侣。02，他们两个在游泳池里，头发湿漉漉的。实际情况是，您可以找到很多从事该行业很长时间的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公众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流动的光影展现出肖战的俊俏之美，满屏荷尔蒙气息，太帅太养眼了。就好像这个少年受到了阳光和雨水的青睐。他的肌肉轮廓分明，他的身体令人惊叹。肖战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无袖背心，上身系着一条装饰性的银链子，在水池中自由地上下起伏。有时睁大眼睛看着镜头，有时躺在淹没在水里的水池里。这件贴身的白色背心浸在水中，紧紧勾勒出他的身体曲线和胸肌，强大到几乎可以称之为性感。有这样的身材，这样的脸，再完美不过了。在一张他完全裸照的并排照片中，映射在他身上的水下光波完美地展示了他强壮的手臂和训练有素的背部肌肉，可以看出肖战在身材管理上付出了很多努力。而且不得不说，不仅女明星需要管理好身材，男明星也需要注意，好身材可以加分这么多。粉丝们说，其实肖比脸还好，从脸做起，做人，脸只是他众多强项之一。肖战帅气的脸蛋被誉为娱乐圈的颜值天花板，高鼻梁，花瓣般的嘴唇，完美的120度下颌角，再加上自律的肖战，身高比例堪称完美。肖战简直就是一件行走在地球上的艺术品，上帝给了他多少宠爱。肖战不仅颜值高，灵魂也很丰富，他真的是一个内外兼修的超级帅哥。再加上肖战自律的自我形象管理，让他每次上台都能给粉丝新的惊喜。最后给肖战一句话，你在天上很了不起，你属于耀眼的银河，我想请你看人间烟火，处处有山有水。你已经落入尘埃，你已是人间的使者，我有幸看到了天之宽广，人之胸怀。
03。冰与渔火为影视圈发掘90后好演员，涂冰、杨紫、关晓彤有队友。继李易峰的《夜行者》之后，王一博与陈晓主演的禁毒剧《冰与渔火》也收获了耀眼的口碑和人气。由于该剧改编自真实事件，以真实人物为基础，这使得剧中一些人物的遭遇不禁让人为之惋惜和感叹。以往的同类型剧大多都是从悬疑的角度出发，揭开幕后大佬往往是最感人的情节，但在这部剧中，我们看到了警官们在反抗的过程中，毒品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和困境，一方面也将吸毒的危害表现得淋漓尽致，起到了强烈的警示作用。接触毒品会变得不幸，可恶的万和达就是一个例子。他表面上维护自己和公司的清白，实则私底下吸毒不择手段。没想到女儿万萌萌也是被毒品致残的人之一。她感染了毒品，失去了控制。万萌萌怀孕了，后悔都来不及了。万萌萌这个角色刚出现的时候，给人的直观感觉就是一个有钱、悠闲、有点叛逆的花童。此时，她的脸色没有因吸烟而改变的痕迹。然而，在他和父亲万和达在一起的时候，他却突然染上了毒瘾，身体不停地收缩，仿佛冷若冰霜。而万和达曾经吸毒，他自然知道女儿的症状是怎么回事。他牢牢控制着万萌萌，不让她打电话，甚至扇了万萌萌耳光，让她冷静下来。事实上，万萌萌之所以染上毒品，与她的父亲万和达和男友阿坤是分不开的。万萌萌本可以是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富二代，但父亲对她的控制更倾向于让她不给自己找麻烦。他在意的不是女儿的情绪，而是自己的脸。阿坤心疼万萌萌，但他的爱也是纵容，让万萌萌为所欲为。当万萌萌感到没有安全感，想通过其他方式填补内心的空缺时，他选择了一种触动毁灭一生的药物。随着万萌萌和阿坤从父亲身边逃走，他也得知了自己怀孕的消息，但万萌萌又惊又怕，因为吸毒的人根本没有办法生下孩子。那么想要当妈妈的万萌萌也不想放弃这个孩子。母爱的力量是强大的，一旦吸毒成瘾，他就会吸万萌萌。为了孩子，他会忍耐和克制自己。从阿坤身上可以看出，万萌萌很痛苦，想要给他下药。万萌萌之所以走上这条路，确实和阿坤分不开。只要他从一开始就阻止万萌萌做出这个错误的选择，万萌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痛苦，可以像一个普通女孩一样当妈妈。但他走错了一步，走错了一步。万萌萌在被安排的情况下开车下山，导致肚子里的孩子流产。可想而知，这对他来说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有了孩子，万萌萌开始后悔自己染上了毒品，但受毒品影响的身体已经让她无法做一个正常的妈妈。太晚了。颜值惊艳，演技惊艳，又一个90后出圈。饰演万萌萌的演员涂冰，对于很多观众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毕竟她之前出演的大部分都是低成本的网剧，而这一次《冰与与烈火》迎来了大爆炸。万萌萌这个角色虽然戏份不多，但因为她的代表性，让不少观众对她印象特别深刻。不仅仅是因为涂冰的颜值够高，一出场就有辣妹的味道，让人眼前一亮，更重要的是涂冰的演技足够惊艳。角色万萌萌开着豪车，带着朋友们来到打黑拳的地下拳馆。虽然他对安然有些警惕，但他得知对方赔钱后，他放下了戒心。在地下拳台上看到别人被打，他并没有什么不适，反而很兴奋，让人觉得他的心里有一丝冷漠。涂冰对王萌萌吸毒的呈现是最真实的，无论是在父亲的车里突然颤抖缩成一团，还是扑入阿坤的怀里寻求阿坤的安慰，他都对打了自己一巴掌的父亲心痛恐惧的样子。恐惧和恐惧可以直观地将人物的情绪传达给观众。而当他得知自己怀孕，正在克制自己的毒瘾时，他能明显感觉到万萌萌的眼里已经失去了光芒。她不再是那个霸道不听话的富家女，而是一个母亲。欲望。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她不再像过去那样看着药物就像抓了一根救命稻草，而是像见了恶魔一样恐惧。男友阿坤看到万萌萌这样，
心疼他，想给他下药。万萌萌惊恐地拒绝了，因为他妈妈的本能。他明明已经在挠心了，但他还是忍住了，告诉自己他对阿坤并不难受，只是担心自己会继续吸毒，影响孩子。涂冰饰演的万萌萌可以让人感受到人物前后的变化，不仅状态越来越颓废，整个人的脸色也变得蜡黄，精力大不如前，眼神也越来越暗淡。这种水平的演技在年轻演员中确实可以算是佼佼者。纵观整个影视圈，90后女演员中演技无可挑剔的只有杨紫和关晓彤。不管演什么角色都不会让观众演哭戏，能让他们更上一层楼。观众感同身受，两人足以称得上90后女演员的演技代表。而这一次《冰与火》又为影视圈发掘了一个90后好演员，杨紫和关晓彤有新队友了。94年出生的涂冰，早前出演过《楼下女友请签收》《好好生活》《热血狂澜》等作品。由于这些剧作大都是服务于特定的观众群体，并没有让涂冰被广泛熟知。但实际上，涂冰是这传的校花美女，虽是以播音主持专业进入演艺圈，但对热爱的表演让涂冰下了不少功夫，演技水准完全不输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颜值爆表又有经得起观众考验的演技，首次出圈还是凭借着万萌萌这样一个人设复杂的角色，足见涂冰的过人之处，让人更加期待接下来涂冰的精彩表现。